美伊戰爭爆發，川普跟他周邊的人士現在是在大賺戰爭財嗎？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到一位神秘人士，他猜中了美伊會開戰，一夜之間賺進1000萬元新台幣。另外呢，馬克宏現在看到美國不可靠了嗎？最近他宣布要擴充他的核武。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趕快來看到的是在開戰前，突然間 X 平台上面有了一個賭局哦，引發了許多的質疑聲，說這個消息是不是提前的洩露了？有人有了內線消息，知道美國要對伊朗展開攻擊嗎？因為呢，我們來看到了這個消息傳出來，這個賭局開出來之後，我們看到民主黨議員怎麼說？他說這一位神秘的人士啊，他賭注美國會對伊朗開戰，結果確實就一天大賺了51萬美元。換算新台幣1600多萬元，他說啊，這是川普身邊的人在大發戰爭財啊。美國的參議員也這麼說，認為這個行為實在是合法，但是非常的荒謬，稱他說要提一個法案來封鎖此類的交易，內線交易。再來看到亞利桑那州的這位參議員，他說這是明目張膽的內線交易，並且痛批說你怎麼可以利用陣亡將士來中飽私囊，簡直是喪盡天良。這到底怎麼回事？有人在偷偷賺這個所謂的戰爭財嗎？會是川普的朋友嗎？幹哥怎麼看？美國什麼事情都能夠發生，連這種賺死人財的事情都能夠發生。好，我先大概簡單介紹一下，這個叫做未來事件預測平台，叫做 Polymarket。這個 market 呢，就是接受會員來下注，但是那個下注金可不是5塊美金、10塊美金的，一下注要下2萬美金的。而且我跟你講，這個就是專門告訴你說，我們有內線交易。當開始開賭盤的時候，你知道他們講的什麼話嗎？當那個炸彈開始落下那一刻，你們就可以下注了。什麼時候？2月28號前。為什麼他們這個平台會知道？他們的投注的曲線跟事實的發展的升高升溫的戰爭曲線是吻合的。請問你怎麼會有內線交易的資訊才會知道？這個除非白宮的幕僚長，或者是能夠知道美軍前沿部署的軍方高階人士才會知道，對不對？對。我今天跟各位講一下，就像你要採取某種秘密軍事行動的時候，所有的戰鬥群裡面的這個戰艦的艦長知道而已，只有艦長會知道，航空母艦的艦長會知道，其他人通通不知道目標是什麼。然後派出去的飛機到最後一刻才會告訴你，所以今天到底誰會知道這種東西？那都非常高階，大家要理解。所以 Polymarket 它怎麼有辦法會事前知道？這裡面一定有人在發戰爭之財。這些參議員跟眾議員的疑惑不是沒有道理。其中有一個人當天一天賺了51萬5千美金，這個人獲利最大。其他的我隨便舉一個例子，獲利比較小的。他一下注下2.6萬美金，結果他贏了多少？他贏了20萬美金，他的獲利是7倍，一個晚上賺了670萬台幣。就像這樣子的情況很多，所以大家就覺得說，是怎麼樣？那為什麼這個 Polymarket 他會知道這個真的在28號當天會落下炸彈來？一定有消息。為什麼不是29？我跟你講哈，他們在28號。的那個下注金額達到最高，總採持9400萬美金，然後下31號的只有4200萬美金，這一切都可以當做調查的依據。所以我今天可以講一句實在話，川普身邊的人是不是賺翻了？我們是不是合理的懷疑？好，這個時候有人還在賺戰爭財哦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們來看到，那國際社會也有許多的國家現在站出來痛批美國跟以色列。我們今天來特別看到的是中國大陸跟俄羅斯了。好，外長王毅特別痛批美國是違反了國際法，並且踩了紅線，要求美國、以色列趕快停火。俄羅斯總統普丁則是痛批美以殘酷、違法、冷血、謀殺，挑戰人類的基本道義，也違反了國際規範。我們看到川普的動作，一邊是在跟伊朗本來還說要來好好的談有關於核協議，結果另外一方面他就直接出動軍隊了。是否違反了國際法呢？未來還有誰相信美國？謝大使怎麼看？
美國這一次是搞得像日本人當时突襲珍珠港一樣的做法。日本的軍閥當時突襲珍珠港的時候，日本跟美國的談判代表，友好條約的談判代表還正在華盛頓談判呢。對，那發生以後，美國人還算客氣，讓他回去了啊。可是當時那個時候談判代表說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們也被出賣了。可是搞偷襲，現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國家啊，不是只有日本啊，美國也是其中之一啊。不過我認為這件事情啊，我覺得這個以色列的外長在事後講的最透徹。他說：“我們以色列啊，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消滅伊朗的現政權，因為他們是我們國家生存最大的威脅。所以以色列從頭到尾就是要把這個政權幹掉啊。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，你美國你是打着什麼名義一直在欺負伊朗呢？就說你要發展核武嘛，已經壓着打伊朗打了20-30年了，對不對？那些什麼經濟制裁啊，還有過去幾次對伊朗動武，都是為了什麼？廢核。那你廢核也好，後來又提出了廢導，把導彈也廢除。那你怎麼會把人家政權整個怎麼樣？40幾個人一起端掉？而且最讓人無法接受的是說，你們還在談判中，而且談判第3輪談判還說談判的成果非常好，因為當時伊朗也很高興說這是談得非常好，然後呢，我們已經做出讓步了，對，那時候這個卡達外長也說，哎呀，他們已經怎麼講，伊朗已經同意啊，要怎麼樣，他永不發展核武，然後要把既有的這個好。這個核就是說這個鈾濃縮鈾哈還要交出來，講的這結果就打了。我認為其實美國一直是2手策略，甚至3個戰略一直在進行，只是說正在談的時候呢，沒想到突然他們掌握了這個科梅內伊的行蹤，情報，情報，哎呀，這是天載難逢的，這就要看川普一個人決定啊。這個是怎麼講？沒有武德的作風，不是大國應有的行徑，對不對？偷襲人家去炸別人，那就會造成這個結果。那川普一定是他最後敲板的嘛，對不對？最後呢，那他才不管談出了什麼結果，就把真面目放出來，我就是消滅你這個政權。所以呢，我覺得這個伊朗現在呢，他基本上就變成伊朗為什麼最後不談判了？因為什麼？我談也是死啊。我不談，搞不好還有活路呢。是，所以呢，伊朗現在只有抵抗一條路了，不可能再談判了。好，所以我們現在看到，那誰看在眼裡？就是法國總統馬克宏看到美國這種不講武德的一個方式之後，現在最新消息來自於法國總統馬克宏，他這樣說的：下令全面增加法國的核彈數量，等於是1990年代以來首度的擴充了他的核武，而且呢，未來不會公布核武的數據。馬克宏怎麼說？我們來看一下。馬克宏說，法國的核武力新階段，我們正在走上所謂的先進核武道路。他還說，想要自由就必須令人畏懼，想令人畏懼就必須擁有強大的實力。像這個怎麼看？哇，馬克宏這次提出有關於他這個核威懾，法國自己要走自己的核彈大國路線哦，還是讓大家還是嚇了一大跳。因為這不是他過去的個性了哈。雖然法國人確實都很一廂情願，而且自以為是，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頭，這個概念也是，但是不太一樣。那麼，首先我們必須要來盤點一下，法國在整個歐洲國家裡頭，法國確實是擁有核彈數字最多的國家。那麼，他們有大概約莫300枚左右。那麼，而且它的核彈的發射可以透過潛艦，可以透過軍機。那麼，另外一個就英國啦。這些其實過去雖然都有做核彈能力，可是要知道1990年代呢，到現在已經將近30-40年都沒有再進一步發展，比如說沒有更厲害的導彈等等。整個歐洲來說，絕大多數都是透過美國方面的所謂的這個核共享。像德國不能有核彈，他們可能有能力但沒做，都是用他的那邊的美國自己本身的軍事基地在那邊布有核彈。像荷蘭也都有，土耳其包括意大利都是。所以過去其實，在歐洲來講，沒有那麼積極活躍的這個有關於核彈或核威懾力量，算是在馬克宏他是第一次提出哦。他一提出，當時俄羅斯很多都是提出批評，但你不得不說，確實是在最近整個在全世界，包括歐洲國家中彌漫一股所謂實力主義至上這樣的概念，因為都說現在舊秩序沒有了。
所謂的過去的舊秩序，在整個核能力這個部分、核威懾力來講，基本上都依靠美國啦。那像法國跟英國這些自己的國家，也沒有在很積極的在發展這方面武器的實力。所以，因為現在都在期待新秩序嘛，這個新秩序時候，就使得過去我們比較認為像法國這樣比較溫良恭儉讓然後的國家，看起來現在就是改變。但我必須得說，我覺得這個思路裡頭是真的被川普影響，全球正在感染的這種實力至上或威權主義。但不得不說，這是你說要攻擊別人，不是有核彈是要自我保護。我覺得大家在這次看到，就是因為現在伊朗核彈還沒有弄好。對，你看北韓呢？對，北韓小貓咪啊，相對來說，可是核彈就是有了，美國就不敢輕易動它。我相信這也是背後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。好，謝謝尚志哥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来。地缘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